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我们的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前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紧来关心俄乌战争，现在在战场上发生了大变化哦，包括您看到连续2天哦，这个俄罗斯哦都大力的来轰炸乌克兰的部分，而乌克兰的逆袭现在说是已经占领了俄罗斯将近1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哦，那看起来是这个面积不小，可是跟广袤的俄罗斯整个领土来比，还是很小一块哦。那俄罗斯据说现在开始积极的调动3万名的兵力回来协防，因为我们看到所谓的乌军占领的地方叫库斯克这个地方嘛所以他们也俘虏了一些俄罗斯的军人。那现在呢，大举的军方的俄罗斯的军方要把这个地方给围困起来，担心的是如果乌克兰它的补给不够的话很可能就被围困在那里了。那我刚刚讲到的是俄罗斯连续2天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那您看到它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包括能源设施包括一些民生基础设施有4个人死亡。可是比较可怕的是，未来如果乌克兰这些能源啊，像是用电用水啊有困难的话，那它的伤害会继续扩大，很多民众的民生会受到影响。那乌克兰现在说是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圆面包的无人机这个外号叫圆面包啦它是一款无人机，据说它的打击范围可以涵盖到俄罗斯24座军机场，要去那边进行一些轰炸，进行一些偷袭。那另外在乌东的战线呢，乌克兰包括看起来已经被打得有一点点无力招架了，俄罗斯持续在猛攻。那乌克兰，那当然他们的这个深入的一个孤军猛攻的地方，占领的地方叫库斯克，刚刚我们都说了。那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反制的一个行动是什么呢？他们高炮防空塔就是为了要对付乌克兰他发动的无人机的攻势。而另外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就讲了如果以西方持续来做一些支援你如果玩火的话我们不只是只打乌克兰，可能整个核战会爆发，并且第3次世界大战都会爆发，而且这个战场不会局限在欧洲，现在在撂狠话了那当然他暗示他指出英国跟美国可能也暗中向这个乌克兰提供一些线索，包括你在俄罗斯的库斯克的卫星图像，因为他整个孤军一支军队深入这个地方，那他必须要知道俄罗斯的军人在哪，或者是俄罗斯他们的增援部队现在布置的情况所以据说英国美国有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卫星的图像提供给乌军。可是对于这样的指控，英国跟美国还有乌克兰都没有回应都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另外白俄罗斯大家知道它是俄罗斯的这个铁杆兄弟嘛，那现在有12万大军在边境集结那其中有人就指出来，之前发生兵变、叛变、政变的瓦格纳兵团也在里面。而另外呢，北韩大家也知道跟俄罗斯也是背靠背所以南韩他就指出说过去2年当乌克兰战争在打仗的时候北韩向俄罗斯送了超过1.3万个货柜，如果这里面通通塞满了炮弹的话，而且是152毫米的炮弹，可以装600多万发。他想说如果这些货柜通通都是武器的话，那还得了所以都有很多像这样子你怀疑我，我怀疑你的这样的指控。可是呢，我们看到前线的乌军，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支所谓的精锐部队进入乌克兰进入俄罗斯的部队他们在这个库斯克。可是现在呢，大家会担心说雨季要来了，天气变冷了，如果你的补给线你的后勤补给没有办法真的到前线的话，那可能会成为一大问题，到时候整个被歼灭，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我们看到包括泽伦斯基现在好像底气很足，他很有信心他对媒体他对西方喊话说
我们跟俄罗斯的战争最终将通过对话结束。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基辅，我们乌克兰必须处于强势的地位，我们才有谈判的筹码。所以他把一支部队丢进去这个俄罗斯，就是这样的这个一个用意。这是他胜利计划的第一步。泽伦斯基讲了，他到时候在9月份的时候，他会跟拜登美国总统提交这个所谓的胜利计划。可是必须讲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当乌克兰还在打仗已经有人在想、在算这个战后的重建可能有多少利益。我们来看看11月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乌克兰重建展在波兰会举行。包含挪威、包含瑞士、包含德国、英国、法国、土耳其、美国，很多国家都会来参与。我们台湾的贸协11月也会到波兰、华沙去拓展商机。什么意思？前线还在打仗，后方或者是基辅这一带已经开始要重建了。那各国也要抢这个重建财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况。我们先请教将军怎么看乌克兰战场？我先讲后面这个各国去重建这个前2天我们看到印度莫迪到这个基辅去，然后跟这个泽伦斯基勾肩搭背。那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就已经把它点名了，莫迪为什么会去，而且跟这个泽伦斯基这么麻吉，两个人拥抱了4次，还勾肩搭背，就是为了战后重建这块大饼嘛。所以说各国现在已经虎视眈眈。那为什么先讲这个呢？从这个莫迪还有各国这种准备开始乌克兰重建，大概我们其他各国国家领袖都应该看出来，乌克兰这场战争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拐点的时候。那我现在从这方面来讲，第一个，我们看这个乌军这个圆面包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武器，它代表是什么含义呢？因为乌克兰来讲的话，他以前用的长程攻击武器都是美国提供给他的，不管海马斯火箭或者是陆军战术中程导弹，都是美国提供给他。那美国来讲，为了怕说是你用我的武器引起这个俄罗斯的这种打击来讲的话，造成整个欧洲的大战，将美国卷进去，所以他限制你不可以打到这个俄罗斯的本土。那你不可以，你美国给我武器，我不能打，那我怎么办呢？所以乌克兰自己就发展了这个圆面包这个飞弹，它这个你说它是无人机，也可以说无人机，其实它有一点类似无人机跟火箭的中间，它的射程可以到这个达到战术导弹的这个远程的打击。但是它的飞行控制又像是用无人机控制，所以代表什么？我觉得代表意义就是乌克兰可以用这种武器直接打击俄罗斯的本土。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说俄罗斯的本土重要的一些后勤或者是重要一些政经中心，尤其是说如果说万一这个飞弹打到莫斯科来讲的话，那俄罗斯会不会展开更严厉的报复行动？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圆面包，我觉得这圆面包代表的是说可能这场战争会不会扩大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俄罗斯来讲的话，我们前2天看到展开很激烈的这种攻击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打你的 F-16战机这个因为 F-16战机不管怎么样，在目前来讲各国来讲，它4代半的战机，虽然说是给他的是 F-16AB 老旧型的，但是不可讳言的，对俄罗斯来讲的威胁性还是很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会展开很大的一波反击。这波反击当然是我们都认为是针对库尔斯克被攻占来实施报复的一个行动。但是俄罗斯到现在为止，所有报复行动以这次最大。在俄乌战争开战以来，他总共展开过3次报复行动。上次是他今年的3月份，贝尔哥罗德州被打击的时候，他总共射击了80几枚的飞弹去打这个基辅，打这个乌克兰的本土，但这次他用了100多枚的导弹，可见这是一次是报复性非常强烈的一次的一个反击行动。那接下来我们看他打的是什么目标？第一个，他打的是利沃夫的这个燃气能源储存厂。可能我们现在来讲只是说，不过就是一个能源厂嘛。你知道这个能源厂它储存了多少的天然气吗？1700亿立方公尺。它这个能源厂是全欧洲最大的一个能源设施，它储存在什么地方呢？那我们都没有看到说什么大爆炸或干什么，因为它储存在地下，所以储存在地下40公尺深。是它储存的除了可以供乌克兰全国的使用之外，它还帮欧洲储存。所以说这场攻击的意味非常的浓厚。冬天快到了，你乌克兰老百姓还不要过日子。那虽然说我没有打到你地下，没有引起那种整个殉爆大爆炸。可是你地面上面的管线全部把你炸掉，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要重建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今年的冬天，我看乌克兰确实是真的很难过，不只是乌克兰难过，包括这欧洲的其他2个国家也会很难过。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他打了什么地方，打了基辅的一个水库。我们目前讲说打水库，但是我觉得打这个水库学问很大，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水库的面积有900多平方公里，然后它面积甚至于比基辅还大。那基辅当地人称这个水库叫做什么？叫做基辅海，他用海来形容。所以你看它的容量多大？那万一这个水库一旦这个溃堤的话，那第一个当然是造成下游的所有泛滥，基辅第一个城市整个城市会淹掉，所以这是很。那第二个来讲，你知道这个水库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它比核子弹还严重。为什么？因为车诺比我们都知道，车诺比核电厂就在旁边。然后车诺比当初核电的时候，很多的这种淤泥啊都被带到这个湖沉在下面。那如果这个水库被炸掉之后，这些污泥流出来，这些污泥的当初那个放射线的这个污泥还在里面。那是不是整个基辅地区、整个下游地区都会被核污染？是，所以非常的严重。那这次来讲，我们看到这个镜头哈，你看，其实我特别要说，这个俄罗斯你说他打不准，其实打得非常的准。怎么讲？他打的，我就是打你湖面，我没有打你那个水坝，因为我就是在警告你北约跟你乌克兰国家，你们不要动我的这种核电厂。你如果动我核电厂，我就打你这个水库。所以你看，他这颗丢的炸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所谓滑翔炸弹了。他不是用导弹，如果他真心要炸这个水坝的话来讲的话，他大可以用伊斯坎德导弹或者是匕首巡弋导弹，用这种垂直的方式来攻击那个水坝。如果说用这种方式来讲，水坝被炸掉以后就容易溃堤嘛。是。那他来讲的话，他就是我觉得这次来讲，打在水库里面，代表他的警告意味十足。是。当然，我觉得说这场战争以目前来讲，这几个他们自己的动作。我们看出来已经到了一个拐点了。那年底来讲，看各国怎么样来谈这件事情。现在都在想重建了，是不是？对，都在想重建。对。所以泽连斯基说，跟俄罗斯的战争最终要通过对话来结束。那这个就是用谈判的、用和谈的方法来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对泽连斯基来讲，他希望我是站在优势的地位，有利于我的谈判的筹码。对，我可以谈得更好。所以他又希望说，北约的，尤其是美国。那么放开他的手脚，让他可以尽情的挥洒，也就是使用你北约所提供的武器，像 F-16的战机啦，或者是这种陆基的这种导弹去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然后呢，或者是让他能够使用他的更远程的导弹，就是圆头面包型的这个无人机去攻击他的境内。那他认为这样子他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战场的一个优势。所以他希望9月份的时候到了美国去跟2位候选人来做密报简报他的这个作战的计划，他称之为胜利计划。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泽连斯基的压力很大，因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到了11月如果是川普赢的话，那对于泽连斯基是非常不利。所以对泽连斯基来说，他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那么取得好的一个结果。可是问题就在于，当他要取得好的结果，他要放开手脚，那就等于是对于俄罗斯的境内的攻击会越来越大。可是对于泽连斯基来讲，如果没有北约的协助，例如说刚刚厉将军有讲，假设没有北约提供给他卫星导航，给他这些情报，让他知道俄军在哪一个部分，他没有办法进行这场攻击。即使他的无人机要飞行，他也需要导航，也需要定位。那这些都需要美国的援助，北约的援助。所以对俄国的解读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不只是一场我俄国跟你乌克兰的战争，这更是一场我俄国跟你北约之间的战争。因为你北约虽然没有直接跟我俄罗斯交战，但是你提供给乌克兰他所需要的军事的武器装备跟军事的引导，包括情报，包括教官在内。所以拉夫罗夫他就警告了，按照目前的情况，战场已经外溢了，所以他已经不排除会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而他同时警告美国说：“对不起现在以俄罗斯现在有的军力，他能够直接打到你俄国的本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1战、2战几乎都在欧洲发生，那是因为部队的投掷能力没有办法到那么远。可是现在的不管是战略轰炸机、航母，或者是导弹，或者是潜舰。”或者是洲际的弹道导弹，俄罗斯都可以攻击到美国的全境。换言之，也就是说，
北美的地方跟日本，那么都可能会卷入这场战火。那拉夫罗夫的这个讲话里面，就是说你信还是不信？你信，那你就不要再支援乌克兰；你不信，那你就放马看看。那拉夫罗夫也有可能是讹诈，也可能是欺骗啊。目前的情况是英国不信，所以英国要求直接在供应乌克兰他所需要的武器，但是美国看起来有犹豫了，有缩手，有美国他在还要思考，所以美国没有就立刻允许这个泽连斯基满足他的需要。是，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目前的局势有在转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拉夫罗夫他已经宣告他们的核武使用原则已经修正了。是，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不排除他第一时间就使用核武。如果使用核武，那真的是会有很可怕的后果。那问题是你信还是不信？他敢不敢使用？胆小鬼游戏现在变成是这样。来，请教彬哥。理论上来讲，当然是不太可能会用核武，但是谁都不敢保证。对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对，那实际上这场战争一直都是宣传战、政治战，然后跟实际的战争大家交互作用。是，像这2天就有个消息，就是乌克兰这边宣称了他们的 F-16首度出击，击落了一个俄罗斯的巡航导弹。那这当然对乌克兰来讲，他们是刻意的宣传，表示他们的 F-16发挥作用。可是大家记不记得，也不过就在3-4天前，才有消息说 F-16已经击落了苏34，还是击落3-4架。那到底哪一件是真的？资讯战。所以这个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现在说俄罗斯调了3万重兵回防库斯克，是谁讲？是乌克兰讲。对，也是西方。俄罗斯没有承认这件事情，所以到底是如何，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理论上来讲啊，假设俄罗斯真的被逼着必须要从他东部的战线调重兵回来的话，那这样应该会缓解乌东的压力啊。那可是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目前各方的资讯，因为我们都不在第一线了，到底哪一些是真，哪一些是假，这真的很难推定。但是我有看到，就是因为有一些热心的网友，每天呢，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热心，就是每天都会把战线这些卫星空照图啊，这一些，每天在网络上公布，看战线到底移动的怎么样。其实我必须说，我连续观察1个礼拜，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没有动吗？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许某一个地方前进一点点，某一个地方后退一点点，但是基本上还是维持跟1周前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说哪一方取得了什么重大的突破，看起来好像也不太像。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一些，当然也许乌克兰获得了某一些进展。那可是，在某一些地方，他大概也在虚张声势，特别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胜利4步骤，我觉得这个未免就是有点太过唬人了啦。因为讲实在话啦，就是你要如何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优势的地位，因为你要知道，假设乌克兰到最后能够在跟俄罗斯的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那代表俄罗斯要败得很惨。那俄罗斯要败得很惨的话，恐怕事情完全不会这样。你觉得普丁会放任这个情况出现吗？他不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搞不好拉夫罗夫讲的核战争就真的会实现了。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绝对不是开玩笑了。然后你说从乌克兰要不要重建？当然要重建。可是问题是，现在乌克兰哪有钱可以重建？那他要依靠的还是西方的这些资源。那西方的这些资源，乌克兰必须要拿出什么东西来还？人家当然绝对不会是无偿帮你重建啊。那你乌克兰的相关的资源，甚至你的经济命脉要损失多少？所以这一些在我看来都只是天马行空，看起来是鼓舞民心士气的作用更大。好，我们来看看黑神话悟空上线已经7天了，现在看起来热度不减，而且越来越旺，谈论它的人也非常多。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销售量，据说在 Steam 的这个Steam 版上的销售量呢，已经达到1400万，而且这个数量都还在增加当中哦。那每一天至少有200万人在线，大家在线上打电动哈。你看到呢，包括这个好几个数据平台都估算它的销售量，有的是估算1480万份，有的是估算1540万份。总之，它不断的在成长。而且都占据排行榜的第1名哦。那最高的记录是发生在8月25号，在 Steam 平台上面哦，有3700万哦，这是它的最高峰。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热度啊、讨论度啊、商业行为啊，各种方方面面的这个新闻都来了。Sony 啊，
它有这个 PS4、PS5 哦，PS5 哦。那它是可以打这个黑神话悟空的，所以呢，现在它突然涨价了，有人就讲说，哎，会不会跟这个黑悟空这件事情有相关呢？我们看到它的主机哦，现在在全世界最高的涨幅是22%，玩家就讲说，哎呀，你一下子涨太多了哦，我们吃不消啊。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这是继2022年之后哦，第2次涨价，因为那个时间点在疫情嘛，那时候大缺货嘛。可是你有看到，因为它可以打黑悟空哦，所以呢，在很多尤其是对岸的一些卖家哦，就不断的这个平台上面就有人说，我要卖2手的 PS5哦，让你这个可以打这个。玩黑神话悟空，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帖子就越来越多了。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日本有一个最终幻想之父哦，他其实也是一个在这个电玩界非常有名的人，他就在他的这应该是 X 上面发布了哦，这个风景照说这真是太美了哦，某种程度呢已经变成世界级的这个玩家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新话题。而另外呢，很多人都说，如果你要玩黑神话的话，你要去买显卡，你的设备要够，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下载，也没有办法玩哦。所以有人就想说，未来的世界可能是这样哦，你可以在车子上面玩。这个是 Intel 哦，它现在有一个构想。要把智慧座舱变成网咖哦，你在车上就可以来把这个硬体都架设好。那如果你要在上头打任何的3A 游戏都不是问题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已经变成一个发展指标了，就是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AI 哦，这个 AI 车哦，它可以载独立的显卡晶片哦，到时候可能有人在开车，你在车上也可以玩这个电玩。那黄仁勋也说呢，他要量身定制特供版的显卡，就为了这一款电玩黑神话悟空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悟空经济来了，这个本来是中华文化里头我们大家看到的，从小就听到的这样的神话，它有故事版本，它有动画版本。可是现在呢，因为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讨论嘛，所以呢，山西旅游，因为游戏里头有描绘的一些场景，现在就变成旅游的夯点了。你看到中国有一个叫做美团，它的数据就显示了山西的旅游景点的观光数啊，现在增加156%，很多人跑去看这个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咖啡，在中国大陆的瑞幸咖啡它是一个最大的连锁咖啡店之一这个业者他推出一个联名商品，叫做腾云美式咖啡，据说卖得超好啊，很多人都来订购，线上的订单每天激增超过125%我们看到包括呢 ETF 大家知道你有买股票投资啊。像这样子的概念股也一样水涨船高。那大家知道像是用纯金打造的一个孙悟空的金箍棒叫做如意金箍棒，2公尺啊，据说是周大福本来就有了，他一直在那儿只是刚好搭上这个顺风车大家就在里面讨论呐你可以看到呢，这有保全在看守的，放在这里店里面，它要价806万。周大福的工作人员就说，这是全国只有的 only one， 只有这一件。它设计其实很早就设计了，只是因为现在刚好搭上游戏的热潮，那大家也都来关心。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黑神话悟空的热度一直下不来越来越高。当初有很多绿媒在台湾就一直制造一个假的新闻，说哎呀他的东西很难玩，第一关就破不了。很多人玩得晕头转向，然后都觉得恶心极了，太烂了，所以爆出那种退货潮，这个新闻写很大而且好多绿媒就同时转载，然后呢，台湾很多其他媒体也就转载说爆出退货潮，可是大家去研究一下说，奇怪怎么没有新闻来源？所以原来是他们自己炮制出来的。那结果呢，现在证明了这是国际版的，他告诉你说，对不起这个黑神话悟空已经卖了超过1300万份以上。那有人已经估计到1480万份，还有到1540万份，所以等于是他们越抹黑、越造谣、越骇客他，然后越做假新闻，要把它弄倒，结果呢，他越旺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好东西你把它黑不了，你把它打不下来的，因为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嘛，画面好看，
所以很多这个玩家或者是美学的，他告诉你说他的画面美呆了，太美了。那事实上真的是很美，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在中国的这些奇景美景中去取材嘛，是，然后再把它美化啊，所以然后音乐好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段时间英国的这个一个摇滚的说唱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编曲家，他自己得到了很多灵感。他自己本身就创造一个曲子，而且马上就红了，在网络上也热销了。这叫什么？视觉美，音乐好听，游戏好玩。重点是在于整个游戏里面有内涵，有中华文化的元素，有内涵。那当然，玩的人就感受到说，有文化，有内涵，有视觉，有声光，那么各方面都很棒。当然，它就热销。那当它热销的时候，大家就应该是正面去看待嘛。像韩国，我觉得他们的游戏业者就正面看待，他们就说，我们也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我们已经从原来我们能够打败日本，现在我们已经没落了，然后看看中国大陆怎么成功，然后更传出来，就是很多玩家在等待大陆的第2个版本、第3个版本在陆陆续续的问世，所以它已经很有可能会成为大陆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也应该去思考的是，我们可不可以做到？我们可不可以努力？然后我们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天使基金去支持我们这些设计者他们本身来加入这个行业，因为它能够带动很多的周边的产品嘛。像您刚刚提到的山西的旅游就当然爆红了，而且它还可以，我觉得它不但在国内，它可以组成这种玩家这个旅游团，就是专门到山西去看景点，它还可以在国外。也可以组成这种团呢。例如说，他可以在美国，在很多地方喜欢玩这个人，他的旅行社就可以把这个变成一个商品，然后呢，组团到中国大陆来，到山西去看景点，就像偶像剧一样嘛，就踩点嘛，大家来看说，然后去看说，原来这个导演他的角度是这样看的，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这样，然后他原来是实景是这样，然后创作者他把它改编成为什么样。你想想看，这个我们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成长，而且也可以一方面得到旅游，那另外一方面大陆也刚好搭上这班车，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们就提出很多的过境免签，24小时免签，48小时免签，他们很多的免签的政策推出来以后，刚好那个中国旅游热就旺起来了嘛，因为已经成长了100%或者200、300到400倍了，那也就是说已经成长了4倍。那刚好就搭这个热潮，我觉得很多商家、很多有观念的人，他们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赚钱。我觉得台湾也是一样嘛，对了，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赚钱，是不要在那边打压、唱衰，心里面酸葡萄，没有必要的。不用吃味哈，不要吃味。好，来请教彬哥。我非常感谢 Sony 因为我本来这几天正在考虑要不要买 PS5。结果它涨价太好，我不买。可是台湾好像还没涨对啊，台湾可能还没涨。对啊，但是因为如果它现在这一批要涨价的话，那我可能要等，因为它新一代也快出来了。对。那我干脆等它新一代出来再买对。所以彬哥，你买这个是打算要玩黑神话吗？一方面玩黑神话，另外一方面我也想玩别的东西啊，因为我也太久没有玩这些东西了。那想说偶尔接触一下也不错。那现在刚好。谢谢你，给自己找到一个好理由，可以不用买。其实说真的，买这个，你如果用 PS5， 你还要跨区，其实有点麻烦。对啊，它也不是像 Steam 可以直接这样接上去那对这个游戏，其实真的很多人都在，因为这样子促成了一个电脑的大升级的大人在。对啊，买好多东西。我最近因为我看我好几个连友，他们最近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再说我电脑10年没更新了，正好趁这个机会趁机更新。对，就比如说换独显或者换 CPU 换什么，我看他一直在换，这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有帮助。对啊，我觉得也 OK 啊。那你看，人家黄仁勋都看到这个商机，就想说，我赶快推出一个适合的东西。本来商人就是这样子嘛，我趁市场上流行什么，大家在哄抬什么，我就趁机来赚一波。本来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子啊。对啊，这很正常嘛。那我其实必须说，一开始前2-3天真的看到一大堆酸言酸语，可是这2-3天我慢慢发觉，很多人开始愿意比较正面的去看待。为什么？因为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你酸不下去了嘛，你酸再多有什么用？因为人家就是卖得好，对啊，人家就是很多人愿意玩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开始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
很多人开始比较理性的讨论了，就是台湾到底现阶段能不能做到这个东西？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一个代价？那它到底是不是适合台湾发展？那当然这见仁见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我有看到有的网友也讲得很好，他说台湾目前的环境其实不适合这么大的投资，跟这么久的等待。那与其这样，台湾不如去发展其他现阶段对我们更有利的东西。我觉得这也就很 OK， 就是什么？就是本来就是不要去把自己的短处去比人家的长处嘛，要尽量去发挥自己的长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好，我这一块我自认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去跟你拼过，那我就去拼其他，搞不好在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好。实际上我有看到一些大陆的网友参与讨论，他们也会说，但游戏的事情我不是很懂。他说游戏有一些地方也是台湾有优势的地方，你们台湾人也不用一定局限在说，好，你大陆有一个3A 游戏，我一定要做出一个3A 游戏来跟你拼。其实也未必一定要去这样子针锋相对，就大家各自去做对各自比较好的事情。那老实讲啦，也不只是大陆的 ETF 因为这样子起来，其实台湾你看这几天吧，大概1个礼拜，相关概念股也都涨啊，都在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带动一个商机，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世界，就是你不断的要为这一个社会注入活水，对，这个社会才会有动力。那同样的，今天不要看黑神话悟空，我觉得没什么好眼红的。其实过2天，搞不好我们台湾人也做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也带动了全世界的风气。我们应该要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才是正向。不需要靠贬低对方来增加自己的自信了，然后大家应该要公平一起平等竞争。好，来将军。第一个，大家现在当然带动这个商机，大家都看到这个悟空神话的制作单位来讲获得一个成功。可是他们之前背后总共花了6年的时间来设计，也下了很大的成本。其实这个赌注是蛮大的。但这种就像是一场电影一样，好莱坞我们知道有时候制作成本很大，但是我们经常听到有一句话叫做叫好不叫座，对不对哈？是很好的剧情，很好的编剧，很好的演员，但是最后来讲它卖的效果不好。其实这个投资也是很大的。那我觉得它为什么会成功呢？那当然有很多原因啦。我们把它定位为3A， 也就是它花的时间、花的精力、花的经费来讲的话，预算来讲都非常大。那当然它带动了一波，不管从咖啡到这个电脑的设备、周边设施的产品，甚至于3C的礼物都整个带动起来。那大家不禁会想说，会不会有下一个这种悟空神话这种游戏，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我觉得不会。为什么呢？我觉得游戏这种东西以我现在这种年纪，我都非常的认同，因为我看到是什么？我看到是亚运的时候也有电玩的一个竞技比赛，甚至奥运也有这种比赛。所以说未来这一定是这个未来人类生活上面很重要的一环。你要玩这种游戏，最大一个满足人类心理就是说，我本人我到不了，可是我可以身临其境去做那种感觉。就像这次悟空神话，大家经常批评他一句，我觉得反而是表扬他。哪一句话呢？就是说你会晕，对，玩了会晕。其实会晕代表什么？代表说你很投入他那很身临其境你才会晕。因为我做过那种飞机的这种战斗机的模拟驾驶舱你到那驾驶舱周边是这个也是绿幕，但是它打出来的那荧幕让你感觉到你就在飞行，然后飞机在天空翻啊转啊，你会有那种感觉。下来以后，其实我们事实上人是坐在那里，但是下来以后也一样会晕。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敏感的人体质来讲，他下来以后他也会吐。其实那是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那这次我觉得反而他会玩完之后会有晕的那种感觉，代表他设计的效果会让你身临其境，那就让我很感动了。后续来讲，会不会人类为了满足，说是我利用这个空间，就像是这个汽车一样 ，Intel 有打造这种3D 的座舱一样，它将来就不只是3A 不只是一个萤幕，我觉得可能是上下左右都有这萤幕，让你坐在那里面。譬如说，会不会未来有星际战争，让你那种感受到太空之中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到海底去冒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这种发展的契机啦。那以前韩国因为电影带动整个韩国的产业，那我相信中国这次来讲的话，它带动这种产业，欧美国家就没有理由再讲它产能过剩了，因为这种游戏嘛，大家都可以玩，也不会有谁跟谁竞争。那我们台湾要去思考，我们台湾有没有什么产业可以当做我们一个火车头？是没错，未来其实都是虚拟的世界了，大家都在家里面打电动就好了，也不要真的有战争了像现在一样。我们来看看呢，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立文正在北京访问请导播让我们看看现场的画面。他跟王毅见了面两个人握手王毅说中美关系攸关两国，牵动全世界
虽然过去有波折，可是未来希望能够真正实现稳定发展。而另外，您也看到了，包括苏立文，他说双方中美双方会讨论需要有效和实质管理的共识分歧两个人其实呢都带着各自的代表团您可以看到呢，分作画面的左右两边，要进行实际的沟通跟讨论。我们看到苏立文他说会触及台海议题，因为我们台湾还是关心台海或是两岸的安全。他说会触及。那中国大陆的中央的媒体是说希望美国遵守一中的原则那中美关系的指标他们会谈什么那外界当然有很多的看法，记者只能拍像这样子的画面，其实内容实质的会议是排除媒体在里头的。那另外呢，外界都说一定会触及南海的问题，因为南海在过去一段时间必须讲有很多的冲突或是濒临冲突的边缘。像你看到路透社今天有一则报道，说是引用我们台湾的军方数据，讲的是去年2023年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的演习就砸了4900亿台币，这个钱等于是台湾去年一整年85%的军事预算我们看到他怎么算的他说包括空军任务包括燃料消耗品保养维修薪资，你要给这些军人钱嘛，高达1100亿人民币，大概就是台币将近500亿就是我们几乎等于全年的军事预算的85%很高的一笔钱，可是却占对岸的这个国防支出大概7%。那当然大国跟我们的这个国防的预算其实不能比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南海，我刚刚讲这个风暴或者是冲突那我们看到菲律宾指控谁呢？指控中国，说你中国的船舰直击集结破了160艘，它是怎么样算的呢？我们来看看是过去的一个礼拜就是8月20号到26号，菲律宾说你中国有16艘的海警船，18艘的军舰出现在南海，我们菲律宾国家周边的海域如果它加了什么？它加了这些民兵兵船，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科研船他说民兵船、科研船都算进去，加起来就是163艘。尤其是在这个仙宾礁附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菲律宾在这嘛仙宾礁在这个点上，他们认为中国的船只刻意在这个仙宾礁的周围集结，而且增加到53艘所以提出了一些控诉，并且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还讲说，中国是这个区域的最大和平破坏者那中国大陆外交部当然立刻有回应，包括林健他就说督促菲方不要再上演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的拙劣戏码，这是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的一个回应。那我们看到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他就讲我们美军现在因为中国大陆或者是说我们根据这个美菲的共同防御条例我们必须要护送菲律宾的船舰因为他们去补给的时候经常被中国的船舰给干扰，所以呢这是合理的选项都在共同防御条约之内，属于双方紧密联盟关系中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你可以看到呢包括解放军前天被日本指控说侵犯日本的领空那当然日本人必须讲他们其实非常紧张，然后呢也发动了各种的舆论，还有包括外交上面的谴责。日本防卫相木原忍针对中国这一架运九侦察机侵犯日本领空的事情，他不断强调说这是对日本主权的严重侵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可是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日本跟中国有一个军事的热线，现在还畅通吗？我们就要问的是不是还畅通呢？我们可以回推到去年的5月，当时其实他们有沟通过一次那个时候日本的这个防卫相叫做滨田敬一，他跟中国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有进行了一个20分钟左右的磋商。那后来到底有没有使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不知道因为双方都没有公布。林健也为了这一次所谓的入侵事件做了发言，他说有关部门正在了解核实相关的情况，
中方无意侵入任何国家的领空。哦，这个是来自于中国外交部的一个发言回应。先谈一下日本的领空的问题哈。日本忘了7月4号，就是在上个月7月4号，中国大陆在千汤江口实施2天的实弹射击，而当时日本的2月号导弹护卫舰就进入了浙江中国的领海20公里的地方，而且走了20分钟，被驱赶了以后才走，20分钟，而这架战机也不过就进去2分钟。那20分钟跟2分钟，日本还欠中国大陆18分钟所以日本的领空他觉得被侵犯了，那么叫了半天，但是中国大陆在上个月要求日本回答，日本到目前为止说因为技术上的缘故所以误入了中国的领海20分钟，日本要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印太司令讲的这句话其实他有前提。他说要经过双方的政治协商，那双方的也就是美国跟菲律宾的政治协商之后，他才开始执行。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是不是准备好，准备跟中国大陆在南海直接打仗了我想他必须要说清楚，因为当他如果真的是去帮菲律宾护航的时候，解放军拦截了，那是不是中美直接交战？他是不是也准备好了？他也应该要说清楚。那也就是说，该打就打嘛。就是直接讲好，那不然他讲了以后，你知道菲律宾的参谋总长怎么回应吗？因为当时马上就问了菲律宾的参谋总长，菲律宾参谋总长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需要啊，我们自己就可以运补了。那就等于是帮他解套了。是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他，但是如果我运补不成功，我再请他，然后再请日本其他的8国联军来帮忙这个就是他们在玩的这一套。但问题就在于，他到时候美国敢来吗？美国如果不敢来，他这脸丢大了。美国如果来了，那中美直接交战，那这个戏就好看了。大家也在看南海之间的问题。好，苏利文到中国大陆去整整3天，27、28、29 3天，所以谈得很长。这代表什么？中美之间有太多的东西要谈了。可是能不能谈出结果？我在这边预估没有，不可能。也就是说，苏利文要谈的目的是要扩大分歧，扩大分歧，要扩大分歧，然后他的最终的目的是我的分歧到不要打起来，这就是苏利文的目的。那也就是说到不打为止所以他要去探中国的底线在哪里。中国的目的，大陆的目的是希望你这一届政府快结束了，看能不能你帮下一届政府铺一个比较好的路。所以是要缩小分歧，美国是要扩大分歧，大陆是要缩小分歧。你觉得谁会让谁？都不会让的。所以最终结果是不会有好的结果出现。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苏利文在北京第2天，他们会谈什么呢？跟王毅来请教将军。我特别说这是苏利文到中国北京是访问，当然在外交上的辞令上面，他是应王毅的邀请。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苏利文来讲的话，他现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垃圾时间了也等于说是看守内阁的形态。当然，他跟拜登做不了重大的一个决定，那他为什么还要去？我觉得第一个，就中国来讲的话，王毅来讲，他希望跟美国来讲还是保持一个战略沟通一个管道，也就是说，后续来讲，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来讲的话，这个战略沟通管道毕竟不能断掉，因为中美2国是2个大的国家，关系到整个全球的每一个国家安全上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战略沟通管道是不能断掉。所以中国来讲，还是邀请苏利文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你站在制高点来看的话，有这个目标。那但是我觉得这次来讲，苏利文要去的话，当然骨子里面当然是有求于中国。那最重要一个核心，他求中国什么呢？我们不可讳言，那就是拜登的选举，民主党的选举。他希望中国在这个时候，然后在选举之前，然后中国能够协助他，不管在俄乌战争方面，或中东以色列跟伊朗的问题，还有南海的问题，还有这个台海的问题，都在这个时候能够稳定下来，不要在这方面。在拜登要选举前出了一些大的状况，因为他更希望说是在中国协助之下，
能够让俄乌战争不要说是谁打赢了，最起码这时候不要分出胜负来。那以阿那边也不要产生大的冲突。那南海这边来讲的话，他也不希望这边发生重大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求于中国。但是很糟糕的，我认为苏立文来这边之前做了很多的动作很多的小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有点给中国下马威。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去加拿大。他去加拿大以后，加拿大立刻宣布对中国的汽车关税征收100%的关税。那你说是不是在经贸上面他对中国做这个下马威？当然我们知道加拿大征收100%关税，伤到的是特斯拉了，因为卖到加拿大的电动汽车都是特斯拉的嘛，不是中国品牌，而且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是你做这个动作，第二个就是这时候很快的，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月底这个月底很可能就是美国对中国的301贸易制裁的这个最终的决定就要决定了。那你有没有这种带着我后面带着一个威胁的程度去跟中国谈这个问题？那再来我们再讲，在经贸上面来讲的话，他这时候居然宣布了有39个中国的企业对他做实体的制裁。那我觉得苏立文你这次来的话，你在之前你就做这些动作。那当然我们不要讲说军事上面，你甚至于在这时候要跟印尼实施一个扩大的一个军演，跟韩国也实施双龙演习。所以我觉得苏立文你这次要来，你后面来讲你根本就没有诚意跟中国来谈。好，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彬哥。对，现在当然中国大陆每年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统计出来花费1100亿人民币，听起来好像很高，说占了它的整个费用的7%。其实我老实讲，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低的预算，很低呀。当然很低啊。请问一下，在西太平洋这边有几个国家有舰队？美国第7舰队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美国第1舰队，你以为一年只要花1100亿人民币吗？我告诉你，绝对不止。然后日本要不要花钱？我们台湾要不要花钱？要。菲律宾也要花钱，越南也要花钱。那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它几乎就是东海、南海、台湾海峡，然后渤海、黄海全部加起来，它才花1100亿人民币，我觉得很省。我基本上觉得很省。我都怀疑这数字是不是有错，我觉得它应该花更多。说是我们的军方的数字。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恐怕有点问题啊。如果它能够以这样的一个运作经费，是在西太平洋去维持它现在这样规模的话，那周边这些国家跟它玩会越玩越累，因为它显然玩的比你便宜。那这样子对老实讲，这个对日本、对美国、对我们来讲都是个警讯，因为你美国第7舰队每年的耗损是非常惊人的，你这样子对手的价钱比你便宜这么多，你很难跟他玩到底啊。那现在当然美国讲的很厉害，我发现美国每一次讲话很硬的，就是那个印太司令，不管哪一任上来讲话都特别呛。没错，但是这个讲的很凶啊，这个帕帕罗直接讲说，我们护送菲律宾的这些船舰啊，合理范围啊，符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我就讲，你来啊，对啊，你就真的护送啊，你不要只有嘴巴讲，你现在就去护送。